Hello，我是小猪。两个大佬，一个交际花，三人攒了一个哈利波特式的高端访谈局，但一个露胳膊，一个露腿，中间戴假发的老登怎么都看着有点多余。在正值壮年的大佬面前，咪咪的底层代码再次启动，眼神拉丝儿，笑容怒放，满脸急不可耐向上爬的欲望。相信在2008年冯仑传的那个哈瓦那观光团里，他就是用这种眼神望向王总的。所以此次不过是慕强交际花另一次的本能路径依赖。交际花的小动作很多，当段总说到泡泡玛特小王的时候，交际花抿了抿油亮的性感双唇，两眼放光。40多分钟的访谈，咪咪的问题飘在三个人头顶的空气中。你看我家老王还有机会吗？没有，我可咋办？段总把答案抛向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稍稍自重，休看错了人。什么是松弛感？这次的段总就是像个遛弯临时被拉过来讲两句的广东包租公，只差裤腰带上那一大串钥匙。64岁的段总气色很好，身材很棒，和这些年加州充沛的阳光和自由空气的滋养密不可分，和对面这对不贪财不图色的拧巴两口子形成了资本和牛马的惨烈对比。大他10岁的王总整个人看上去比他拉过皮儿的脸还紧绷，假发这块估计也是小媳妇儿的主意。这些年咪咪应该没少折腾王总，但这假发看上去假的挺真的。王总说起来也是不缺钱的阔佬，好歹搞一顶假的真发呀。王总还特意穿了格子衫，想必是为了显年轻，但却搞得像个加了几天班的超龄码农。其实不是格子衫的问题，甚至和衣服也没有任何关系。王总怎么看都不对，是因为今天他气势没了。人在没气势的时候，穿什么都会显得很窝囊。咪咪的白色长裙肯定是特意挑过的，既想展现独立女性的大方得体，又要衬托出女性美丽可人的一面。这种既要又要，最终让咪咪拧巴成了相亲风。各怀心思的三个人坐在一起，画面割裂，加上运镜和访问水平有限，最终出炉了一个乏味而拉垮的访谈。比较精彩的一段是段总问：你上班你还上班吗你？这点他应该是真没想到，毕竟王总年轻的时候宁可爬山都不想去上班，老了却爱上上班，确实很突兀。我们要不是干什么，我离开公司1个月2个月，公司还正常运转，恰好说明我这个公司呢是规范化的。但是段总很快说，那说明你喜欢，这个没有别的原因。货真价实的浙大本科人大硕士不是白读的，反应能力比对面2个中学毕业生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王总是工农兵大学生，说中学生没毛病，别犟。对王总和咪咪这种组合，在段总这个圈子里应该不陌生。小儿小女小娇妻，中老年富豪发迹后重新洗牌的新家庭模式。这次王总打人情牌，请自己上娇妻的节目背后的动机，聪明如段总怎么会不清楚？那是一个失势的男人又一次发挥余热对娇妻的挽留。虽然我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大侠还是要给我面子，我的名字仍然好使。尽管行情还在，但紧绷的王总却给我一种感觉，他害怕衰老，怕到要 cosplay 年轻人的程度，俗称装嫩。而且因为怕衰老而衍生出了自卑，因为自卑整个人都唯唯诺诺起来。另外都知道王总自律，身材好的人都自律，尤其是上了年纪后，只有自律才能身材好。但如果老人一味地追求瘦，反而会显得干瘪，还是要有点脂肪才挂相，否则很容易变成小老头小老太太。这是王总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同是大佬，王总的心里却像住着一个职业经理人的灵魂。财务自由后的大佬通常都深藏功与名，比如今天的段总，T 恤、短裤、运动鞋，脚还不经意做了一个高难度的缠绕。
说起来就是产业都给后辈打理，他们比我当年做得好，而自己在美国过退休生活。但是我看我们的小伙子们还很有激情，说你们来吧，他们就来了，做得挺好。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比我当时有的时候厉害多了，但不经意间又流露出另一个层面的忙碌，比如维护现有的权力和财富网络，给党派捐款，和大咖推杯换盏，进而用投资实现财富的进一步增长。但这一切都做得隐秘而无声。相较之下，年长10岁的王总仍撅着腚朝9晚5，今天代言燕窝，明天给国产车带货，甚至还和媳妇儿拍了一个尴尬的脚趾抠地的广告。于是在这场对谈里，王总的状态就是牛马的状态，一把年纪还要被审视，还要在镜头前自我检讨。但显然和你相比呢，我现在比较应该是非常不成功。王总不仅 cos 年轻人，我觉得更进一步说，他一直以来好像都在 cos 一种藤校富二代或者投行精英的生活。他如今仍然工作到半夜，休闲娱乐就是划船和撸铁，补充能量就吃一个苹果，肉夹馍都只敢吃1/4，紧绷而自律。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些年咪咪一直在 cos 上流社会的名媛，土包子出身，腿上泥点子还没洗干净的两口子，内心中的自己可能是另一番愿景。王总设想自己出身中产家庭，藤校毕业，在波士顿的投行工作，爱上了家境殷实，在纽约留学的富家千金咪咪。虽然事业成功，却对女友千依百顺。咪咪刁蛮泼辣，美丽而任性，不屑男友的宠溺，发誓要靠自己打拼。他们一起学英语、滑雪、攀岩，在高档餐厅和一群精英朋友推杯换盏。这样的愿景，在咪咪小三还未上位，王总还做倒台赘婿未脱身的那些年，的确发生过。那阵子他们爱得格外痴缠，格外奋不顾身。他们不是为自己而爱，而是为臆想中的愿景而爱。大佬的核心是对规则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然后外部世界适应我。就像川普，可乐汉堡，口无遮拦，在他的世界里，他就是定义。但王总现在还在追求对某个外部目标的达标，还紧绷着追求体脂率，结果把自己弄得像根柴似的，更配不上油光水滑的咪咪了。如今的王总可能会忘记自己已经74岁高龄，仍会陷入自己是年轻的投行精英的臆想中无法自拔。这也许也是他离开万科后创业一直失败的原因。他似乎总找不到一个自己对世界的完整看法和一套自制的体系，因此他一直处于探索阶段，但永远没有结果。王总这帮50、60后的中国改开后大佬，都有股既劲儿又虚的3次元灯味儿，我称之为茅台人、茅台味儿、茅台思维。比如王健林、许家印或者王总，他们通常都固执，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拒绝新事物，赶上风口成了大佬，可一旦脱离舒适圈，完全玩不转。王总虽说是地产大佬，但除了政商关系一窍不通，从万科出来后没有一个做成的项目。这种老登对待男女关系也跟他的市场化能力一样拉垮，妻少夫老，夫又不敢老，一把年纪还被媳妇儿揪出来营业。王总可是中国地产行业的教父，现如今竟混成了这副德行。咪咪爱上的王总是2010年左右的王总，那是拥有雪饮刀的孽人王。房地产行业最火的年头，王总财大气粗，即便女友想在《甄嬛传》里尬一个角色，也就一句话的事儿。咪咪扛着王总女友的金字招牌，即便不演戏，做什么都有人买账。今天这种供求关系似乎反了过来，从王总放弃万科股权，被踢出万科董事局，到进一步放弃1000万退休金，咪咪已经不需要再仰望他。这里可以套用武林第一美人莹莹对孽人王说的话：当初我是看上你北影狂刀的威名才嫁给你的，
可是你现在是一个没名没姓的农夫，其实我早就忍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王总势必也有了一种江河日下的危机，察觉到了咪咪对自己的厌弃，又不甘心亲手捧起来的女人失控，所以这一次不得不刷爆人情卡，用仅有的余热交换忠诚，请出段总这尊神隐江湖的大神出山，以此向太太证明我仍有行情。可能访谈过后，夫妻回到家关起门，王总会好言相劝娇妻，你就不能安心把我送走了再浪吗？咪咪却会冷笑一声，哼，我又不是翁帆。他们只是一对邪修道侣，走到今时今日，什么结局都不奇怪，因为他们的故事是精神小妹儿崩老头的野路子开局。关于这一趴，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详细讲了。1916年，郭沫若去医院探望友人，认识了当时担任友人医护的佐藤父子，一见钟情。佐藤父子在他笔下是这样的：丰腴、白皙，充满肉欲。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物化的形容，出自文学大师之手，赤裸裸的男性欲望表达，却是大部分男人在爱情掩体之下对女性的真实心理。一如那些事业有成的老登火急火燎的第二春，他们要的就是年轻瞳孔里映射出的尚未枯萎的自我，在胶原蛋白包裹下的思维清晰幻象，更是通过占有情绪价值来证明自己拥有分配价值的权利。所以对甘愿做强者配件的女性，她们非常乐意成全。而这每一次跨代际的婚姻，都是一次对衰老的延迟支付，用伴侣的青春购买自己精神的续命。老登就这点好，简单直白，不绕圈子。白天有时间吗？有时间我去，咱俩去打杆。当初的咪咪之于老王也是如此。王总的好友冯仑在2011年就说过，企业家追求女明星必死，但真正把咪咪和王总扯在一起，冯仑又功不可没。怎么说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冯仑送我君吧。但当初冯仑为王总牵头的初衷，应该不会是想把他们撮合成两口子吧。王总是个固执的人，固执到变成为数不多把快餐吃成正餐的大佬。大家都知道，爱吃汉堡没必要加盟肯德基，爱吃鸡上街买就是了，各种口味的鸡都有，不用非得要自己养鸡。当然也有养鸡的，但人家一养养一群，养着就是为了吃，养一只的的确另类。这里袁枚的一首小诗《鸡》邀大家共赏。诗曰：养鸡纵鸡食，鸡肥乃烹之，主人既顾家，不可与鸡之。王总是条汉子，我真想象不出当年他得有多大的自信才会入这个坑，结果第一波扑上来的高级绿茶婊都没顶住就沦陷了。有钱男人真心爱一个女人的样子，就是王总托举咪咪的样子。咪咪飘成这样还不断喂资源，给他吆喝站台，为衬托娇妻甘当绿叶，为博美人一笑，不惜刷爆老伙计们的人情卡，成就她独立女性的美名。难道王总不知道咪咪有几斤几两吗？他太知道了，叱咤半生是吃过见过的人，就算是风口，但能坐上地产大佬的宝座，还是有两把刷子。王总见的世面比咪咪逛的奢侈品店都多。咪咪说创业，嚷嚷着靠自己，对王总来说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但他从不拆穿，即便会消耗自己的资源和名声，也愿意陪他一起玩。就像这次，凭咪咪，段总能来吗？自始至终，王总对咪咪都是付出过真心的。很多想嫁给有钱人的女孩要切记，只给豪车、珠宝、名牌包使用权，其他资产不能摸的一律不作数，因为他还是防你如防贼。东子有钱吧，但说到奶茶，连句漂亮都不肯夸。我这人脸盲，就是根本分不清楚谁漂亮不漂亮。说实话，我跟她在一起不是因为她漂亮，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漂不漂亮。
金钱上更是严防死守，婚前整1块钱工资的死出。奶茶这对耳环戴了多少年了，就这转身还给老婆扣顶绿帽子。奶茶乖巧不哭不闹，一边秀月圆人团圆，一边默默生孩子。耳环值几个钱，值钱的是东子夫人这个光环。对比起来，王总就太厚道了，里子面子都给足，在60岁高龄喜欢上了反向攀附的男友人设。我那还是和他那个谈朋友的时候嘛，带着他去滑雪，我显摆啊，咵就崴下了摔了。哦哟啊，高肯尼的栽下来了，我也是硬撑着装到没有事情。一边离婚一边给名分，耄耋之年还不遗余力地生了娃，演讲都不忘加一句婚生的小女儿，给足了咪咪面子。这个我现在有个3岁的小孩，是不是私生女啊？是婚配的3岁了。如果咪咪找个小鲜肉或者其他大佬，有没有肯下这么大功夫托举自己的，还真不好说。刚勾搭上那会儿，咪咪像小老鼠偷到了香油，喜不自禁暗戳戳秀红烧肉。王总不但不生气，反而照单全收，最后还娶了。这恋爱除了王总的年龄和婚事，几乎无懈可击。上一个像这样的还是小明和杨天宝。小明给了杨天宝多少资源，霸屏了多少年，以至于让他产生了不拿大满贯对不起自己演技的错觉。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仰仗小明而来。如今小明还是那个小明，杨天宝已经沦为直播卖货还被网红骂滚的境地了。其实在更深层的逻辑里，王总的问题本质不是宠，而是把本该用于组织延续的顶级生产资料直接转移给了一个不受他制度约束的而非自己后代的人。其实他的名望、流量、人脉是比金钱更高阶的生产资料，钱给出去，边界清楚，这也是很多富豪处理婚外情的手段。但声望和背书一旦给出去了是不可逆的，它会重塑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也会改变外界对双方的权力判断。在职场上，通常来说，培养一个人要经过3步，先要有能力，再用能力换成绩，最后用成绩做出声望。王总绕开了前2步，直接不遗余力托举咪咪，出问题是迟早的事儿。小明抽了杨天宝的梯子，杨天宝立刻打回原形。但小明比王总有一个巨大且无价的优势，年轻。他的试错成本不高，一切还都有时间挽回。当一个人的公众身份、社会标签和话语权是通过被人托举而非博弈迎来，这个人就很难再接受自己在托举人之下的位置。不是忘恩负义，而是心理结构已经被重塑。所以每个老江湖都懂一条规则，可以教你本事，但不能替你站台；可以帮你渡河，但不能直接把岸搬到你脚下。因为站台意味着权力转移。咪咪并不会感谢王总的托举，因为他已经在这场托举中默默找到了合理性。而最省力的合理性就是咪咪我本来就值得，老娘从不靠老王。而更雪上加霜的是，王总已经退出了权力巅峰期，而他的声望仍然在透支未来的信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资源外溢是扩张的，而如今资源外溢是自损的。尤其是当他把最后的公共信用压在咪咪这个和他没有制度绑定的人身上时，风险几乎是指数级的。咪咪多少对王总有些厌弃，倒不是单单因为老人味儿，更是一种结构性的心理结果。当一个人不再需要你提供任何增量资源时，你在他眼中的价值就只剩下象征意义了。而象征是最容易被解构、被超越，甚至被否定的东西。可惜的是，很多普通人都明白的情感归情感，资源归资源的道理，王总似乎并没有搞懂。男人正当盛年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搞得定，可当他们逐渐老去，会发现金钱、权势也无法挽救他们日渐老去的身体。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跟娇妻对比那么明显，
他们才会发现原来自己有那么多搞不定的事情，他们的不安全感就会越来越严重。王总目前就处于这巨大的不安全感中，所以当他笑着问咪咪，问你几点回来，问过不止一次了吧？咪咪似笑非笑，转了个圈子问他，但是你承不承认你爱你自己比爱我多？一瞬间就把王总给干沉默了。我把我这一辈子的伤心事儿都想了一遍，才没忍住笑。这两口子现在是从贵族赛道换抽象赛道了吗？珠峰可以用意志征服，但岁月不行。王总拉皮儿拉得差不多都能男团出道了，也无法消弭盘桓在他和咪咪之间的30载岁月。说来也是王总的能量不够大。默多克当年被邓文迪拿捏，小 case，82岁直接离婚，后面继续结继续离，又玩了几轮。王总现在还指望和咪咪地老天荒呢。其实王总人生上半场非常顺利，大学是推荐上的，编制是送的，第一桶金是岳父扶持的，赶上风口成了地产教父。只能说他的财富不是来自于自我认知水平和实践水平。所以说呀，岳父找得好，教父当得早。不管怎么说，王总这个人在中国的地产圈是能记上一笔的。恰好他又喜欢运动，登山、赛艇和攀岩。本来中国普通人运动这一块就挺欠缺的，最常见的就是打个篮球、跳跳广场舞。碰上这么个爱烧钱运动的富豪，质感可不就拉满了吗？据说咪咪当年为拿下王总的确费了功夫。一个流传于江湖真假难辨的段子是，咪咪为了结识王总，曾用一只爱马仕包向某高级会所员工投石问路，后来果真上了位，牵线人才发现自己收到的是 A 货，且自己已经被拉黑了。这是个坊间的传说，但结合咪咪后来的种种做派，我觉得这说法有可信度。对了，想起个事儿，咪咪这名字到底是念朴还是念朴？按说作姓应该念朴，但朴树又是怎么回事儿？难道只适用于韩国？所以咪咪有没有可能叫田朴君呢？哎，朴君，咪咪亲口说父母严重重男轻女，到她成年还惋惜她是个女孩。我爸爸跟我妈妈说的一句话，他们站在阳台上，我爸爸跟我妈妈说我做梦都想有个儿子。可见他的原生家庭也很拉垮，估计名字也是当年随便凑合了一个。另外，俊字是标准的王石头上一把刀，王总也是胆儿肥，这 case 都敢接。男性通常在中年后会生发出一些户外兴趣爱好，比如风光摄影、钓鱼、爬山。这些爱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远离人群，主要是远离女人，更主要的是远离自家女人。为什么？因为性能力下降了。男性在意识到自己性能力降低后，最好的疗愈就是不要看到女人。不知道王总现在有没有意避开如狼似虎之灵的咪咪？咪咪这碗捞女饭其实不好吃，她有她的本事。这点上王总应该深有体会，因为他自己也吃了半辈子赘婿饭。一看王总就没怎么吃过细糠，不然谁会为了喝奶买头奶牛回家？虽然在广东生活，但当年王总应该也没怎么去过商 K， 估计也是老婆看得紧，他也有自知之明，不敢行错踏错半步。德高望重的道台岳父13年走，他都等不到老丈人咽气，硬是在12年离了婚。想必彼时岳父已经弥留，他也翅膀硬了，而且咪咪还等着上位，他就斗胆了一把。其实扎克伯格也有相同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开趴开得少，选择基数小，匆忙定了终身。他没出问题只是因为还年轻，你看贝索斯不就老房子着火了吗？说来说去还得是张朝阳，年轻时候发财，加上自己又是真金白银的青年才俊，立刻浪上天，也算是吃过见过。
我以前是目的性非常强的，去一个 party， 这块如果别人找我，你要跟我谈工作，我就认为是想利用我们，然后呢，这个女孩呢，就是漂亮女孩，我才跟她说话；不漂亮女孩，我就你别跟我说话，说话是因为我要想跟我谈那个工作。人到中年沉淀下来，回归本我，研究怎么运动，怎么增肌保持形体，顺便重拾年少时的爱好，教授物理，从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再不济也要做到像东哥那样，娶个真正年轻漂亮的花瓶，完全控制住，乖巧听话，也不妨碍自己在外面潇洒。只有王总赶上了当代年轻人的待遇，做完立功没了利用价值，如今大概率要让老娇妻抱金币了。啊，对了，咪咪还采访过张朝阳，好白菜又让猪拱了。这俩已经不是几次元的差距，而是越3届了。咪咪全程傻笑，人工嘟嘟嘴，除了切吧切吧能凑一个冷盘，还口吐芬芳。那就是少睡就能保证深度睡眠，就是太饥渴了，就跟那个所以能睡着就赶快睡着。不过张总的话也就一听，扯什么3+1深度睡眠的劳什子，这不是困了吗？另外，采访张总的女人都爱陪他晨跑，哪儿都要凑热闹的咪咪也穿个瑜伽裤和张总跑了一趟。你们这帮小蹄子要觉得这么就能勾到张总，真的是太天真了。有空翻翻物理绘本，说不定有惊喜。有些成功男人找第二春，更在意能否弥补年轻时的遗憾。比如周凯旋之于超人，是凤凰男对圣保罗女终其一生的仰望；比如甘比之于大刘，是大男人对拂晓作低贴身服侍的渴望；再比如咪咪之于王总，王总年轻时候泡妞，要么数量太少，要么质量太低，所以把对年轻的依赖度高的美女的渴求压抑进了潜意识里，成为了他的本我。其实王总有的是释放本我的途径，许皮带把歌舞团借他玩2个月，能给他玩吐了，到时候再有10个咪咪扑上来，王总都能片叶不沾身。压抑了半辈子，终于把所有的东西都卸下了，王总嘶吼着要叛逆一把。他忽然发现自己不喜欢真千金，反而爱精神小妹儿。情感压抑的人很容易对自己镜像面的异性深度痴迷。遥想王总当年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文革，早早混了社会做汽车兵，可不是一个精神小伙吗？但王总想泡妞不应该找冯仑，应该去香港，近距离学一下香港的大佬是怎么玩乐加守财2不误的。那里个个都是顶级玩家，就拿赌王对比宗庆后就能明显看出，港澳版本领先太多。咪咪是什么人呢？吃他果盘都能被轰出去的主。人生最忌讳的是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王总娶了咪咪是下策，给咪咪喂资源，把1半身家送给他，更是下策。当年光线传媒的王长田筹拍左耳，女主有意让奶茶演，但让东子给推了，后来陈都灵补了缺，奶茶也就彻底死了大红大紫的心。对比王总今时今日的境遇，不得不说，东子的操作虽然不太地道，但是真的有远见。相较之下，王总为少年的情节付出的不仅是半生的财富，更是下半生的平静和体面。人到中年，家庭重新洗牌的大佬很多，为什么就王总和咪咪这2口子不招人待见呢？归根结底，是王总的财富和咪咪的贵族都有 bug， 无法自圆其说。王总爱说自己白手起家，咪咪坚持自己是独立女性，俩人在联手装高大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割裂感。咪咪骨子里应该是自卑过的，毕竟要说起出身、学历、学识这3大硬指标，她一个也拿不出手。她说自己是中戏毕业，后来才知道是中戏南3环玉泉营校区，算大专还是中专呢？我不太清楚，但就这也没毕业。说学识就更不行了，咪咪文化不多，但沸点低，人菜爱晒。他书里描述的英国管家把 WiFi 密码放在银盘子里端给宾客这事儿，也是摊上现在网络发达，否则我看至少6亿人都得被这死出活活唬住。自卑的人才会有这种要强、要劲儿、
处处力争上游的紧绷感。因为回顾他的人生，基本很少赢过，不服输也只是潜意识里默认自己没有太多退路的输不起罢了。兜兜转转这么多年，他的眼界和认知没有从本质上提升，仍旧停留在皇上拿着金锄头，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卷大葱的底层思维里，认为绑架一个有钱老头就能一劳永逸，改变阶层。其实能攀上王总这栋压抑太久的老房子，已经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虽然他对此嗤之以鼻。而王总呢，灵魂的高度和珠峰的高度没有半毛钱关系，拉垮就是拉垮，就算爬上珠峰仍是拉垮。他只有说到哈佛、牛津、剑桥时，会有一瞬间的意气风发。严格来讲，我是11年去哈佛，我就待在我知道这个事，对，是吧？像哈佛啊、剑桥啊，但又没有通过这些经历获得非常深刻的洞见，因为当年他不过是在这些地方短期游学，就这还顺便谈了个恋爱，以至于他对教育的理解还处于名校标签的阶段。这和咪咪对贵族的理解还处于那些刻板印象中的礼仪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他前阵子代言的 Only for 成功男士吃的燕窝，他或许都没有理解，其实大部分成功男士根本不在乎自己脸上的胶原蛋白。这个燕窝的受众应该在白马会所，但白马会所的王子根本不会花忍钢丝球之痛赚出来的辛苦钱买这吃了不拉的劳什子。在王总浅薄的认知里，坐拥年轻美貌的娇妻是成功男人的象征，更何况前半生在女婿党阴影下压抑太久，如今终于被小娇妻需要，为别人遮风挡雨，他要的就是在这场婚姻里的扬眉吐气。最终事实证明，失去当省委书记的老丈人，放弃万科股权，被踢出董事局，到进一步放弃1000万退休金，王总在节节败退里一步步从王总变成了村口老王。咪咪若有他想，老王命不久矣。如果真到那一天，咪咪是堵死了所有捞女的路。这次的谈话中，王总明显是认输了，但他却话锋一转，不经意地说：我上班，我是2020年嘛，决定再创业嘛。哦，我现在在上班，实在是真上班。这话是王总对着段总说的，却是说给咪咪听的。这是王总的投名状，他在表忠心，用忠心对娇妻再一次挽留。他要让咪咪知道，他仍有心有力，即便没有了万科这把雪引刀，他仍打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因为如果他真隐退江湖，成了砍柴的孽人王，严莹就会被熊爸带走了。那因为你已经可以说盖棺定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盖棺定论我还没死呢，是吧？我是小猪，谢谢观看，下期见哦，拜拜。